那整个源头从周文化一直到清朝以前啊，它都是中华这片土地上的一个政治的制度啊，所以你在看很多有关于古剧里面啊，他们都说读圣贤书，对不对？他书院读四书五经，我们之前也讲过了，四书就是《论孟》《中庸》《大学》，五经《诗经》《尚书》《易经》《礼经》《乐经》《春秋》，四书五经，它构成了整个中国的文官体制啊。那这是周公留下来的，孔子的贡献就是把《易经》做成了10个翅膀的10翼，让它从君王之学变成平民之学。那《易经》呢，它统括人生宇宙所有的现象，所以积极面由儒家继承啊，比较清净面无为面由道家继承。所以它既是一个文化精神的价值的传承，它也是一个文官体制的传承啊。那有人就会问一句话，那中国人到底适不适合民主啊？我很简单的回答，你看台湾就可以了。台湾还是有中华文化，跟民主体制是不会有冲突的。台湾存在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说，我们以前那些帝王之学，那其实就是孔子讲的三代之英，无位及代也的那个夏商周。他们英就是那些我们讲英雄是这个在武方面的，那另外三代之英就是什么？所谓的圣人贤人啊，这些灿烂如花的这些，例如说周公、周文王、周武王，这些尧舜禹汤的这一些就是三代之英。所以呢，以后炎帝、黄帝，然后呢，周是姬姓，那其实呢，整个所谓的祖国神州大部分都是姬姓的子孙。你包含我也是，我是姬姓皇室，夏就是跟这个夏禹比较有关系，王就是我讲过，就是周朝姬旦的嫡系，就是姓王。所以可以说2000多年都是自家子孙在那边搞内讧啊，搞内斗，搞内讧啊，对不对？像我们那个太平年宋为什么叫宋？因为赵一个孝，再一个走，对不对？他们以前是帮皇家养好的马，送信送货物的，他们是养马的，跟那个有一个官叫司马有点像，司马司空就是储存的啊。所以赵呢，那时候赵他因为对这个王室，宋就是商朝的王室啊，所以封到宋这个地方叫宋国，所以这个赵匡胤就定国号为宋，是这样来啊。我上次也有讲过，他刚好跟孔子他的祖先的封地是一样的，而孔子是宋国没落的贵族，所以我们讲这些，我们从儒家一路下来的，我们讲儒家的悲哀就是要侍奉一个土匪头子，还要把它搞得很像圣王。那现在的时代开始共和国成立，中华民国成立，共和国成立，中华民国跑到台湾来了，台湾呢实行民主很多的运动历程也都很艰辛，幸亏留学的死的人不多。然后大陆现在呢，其实大陆现在的政治体制没有跳脱我们几千年来的封建传统，它比较好的就是明神宗万历年间不上朝，文人集体执政，就所谓的政治局。那你看也是一样，毛泽东是皇帝啊，政治局是这些士大夫宰相集体领导啊，对不对？然后文官体制封的州县什么，那完全没有换汤不换药啊。然后这一套有没有它优越的地方？当然有啊，因为儒家建立了几千年，怎么会没有呢？但它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无法解决贪污，无法解决滥权的问题。所以新的时代，中国人或中华人能不能民主？当然可以啊。讲一点，你的政治运作里面当然可以统一集体做大事，中间的层层剥削，资源的浪费，然后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诚信问题。我已经讲 N 次了，整个大陆最大的问题就是诚信问题。可以唱样板戏，可以爱面子，可以呢这个挂红布条，但你有没有在做实事？这才重要啊！所以太多的消耗，太多的浪费能量，这个就不讲了。我讲过民主也会选出川普跟赖清德这样的人。那民主的好处就是什么？有监督啊，会抓贪污啊，会三权制衡啊。不管你说孙文的五权分立还是三权分立，它互相制衡了。它制衡了以后，
你不敢乱来啊，那一党独大怎么完全没人制衡啊？我真的相信哦，这个开国初年，包含从陈独秀以降到改革开放以前，那些人真的是一心为国啊。那红二代呢，掌握矿，掌握那个筛检核酸筛检，掌握各种重要资源，你说他们会不堕落不腐败吗？肯定会啊。所以这样的体制，刚开始就富不过三代一样嘛，对不对？第一代人那个胼手胝足、兢兢业业、宵衣干食、励精图治，哦，那当然了。第二代嘞，那第三代就更不用讲。所以我们刚顺着讲到现在是中国人到底能不能用民主体制？可以嘛？你看台湾就好。再加上一点，以后 AI， 我们现在渐渐在尝试到 AI 的力量，你整个政府的运作、预算的配算、执行跟后面的稽核，完全可以 AI 处理啊，你都不用进人工啊。这样应用 AI 来做政治政府运作管理的，它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我说你以这个传统的政治体制哪能比得上呢？那你国家能不被淘汰吗？所以 AI 跟机器人时代，机器人时间长24小时工作，24小时工作以外，机器人还可以造机器人。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劳动都可以被机器人取代。所以之后的世界会往什么靠拢？会往文化靠拢，往什么样的文化做表率？台湾的中华文化做表率。你想看哦，人都不用干了，饿也饿不死了。我举一个例子，你去看那个伦敦的那个英国伦敦博物馆，每一个基督教国家的都是不是战争，不然就是宗教留下来的那些文物。中国在2000多年前，5000多年是那个陶土捏的有猪，有人在那边中国的文物里面关于生活，不是只有战争跟宗教而已啊。什么意思？当人吃得饱穿得暖，无生存之余，生存的恐惧，他要活啊，每天要活啊，每天要活啊。我喜欢美术画我就往我的美术精进嘛。我喜欢陶工艺，我就做陶。我喜欢写诗，我就写诗。那不就是文化吗？那就往人类已经，你不可能比 AI 聪明了啦，你也不可能比 AI 运作的更好了啦，劳动也不用你做人了，人可以回去当一个人，人可以活出人样，人可以活出各种人想要的文化艺术哲学面向。那去向哪里？趋向文化。而所有4大文明里面，对于生活活出的这件事，就是中华文化。所以你回头来看《论语》这本书，《论语》，我们把这个源头顺了以后，《论语》第二个各位要放在心里的是孔子。为什么有人会想跟他学？因为他教《易经》以外，《诗经》、《尚书》，像他刚才讲，不知诗，无以言。对，你说你连《诗经》都没有读，你连讲话都不会讲话，什么意思？你讲话要讲出得体感动了，对不对？不然谁要跟你讲话？《尚书》、《易经》、礼乐春秋，他在教这个5经以外，他还要教礼乐射御书数。礼乐就是5经的，射箭，御驾马车，书就是尚书，数就是数经啊。5经里面没有把数经算术，是那时候的人要当官，以前没有科举，也就是说，我孔子学校教出来的学生很多都是为了去当官的。所以《论语》里面常常说你那个学生可以当官啊。他说我那个学生讲话口条很清晰，要当官有什么问题啊？这《论语》里面就开始会有讲，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当官前的很多诸侯、很多地方说要有人来当官，他就可能孔子那时候你有没有学生可以来我这边当官的？孔子有骂那个冉求说你弑君弑成这样，你这个混蛋。因为他的那个组织，他的老板呢就做一些不合理智的事情，他也没有去劝他就被孔子骂，回去孔子那边就被孔子骂，说你这个混蛋这样子所以呢，除了我们文化，我刚刚讲到现在，我们在读《论语》，它很多的场景都是在孔子学校里面发生的事情。当然有他周游列国什么这是第二个，各位要记住了。第三个，子夏的学生叫游子，等一下以后你们看到游子，游子是第3代，孔子、子夏就是跟曾子、子贡这些同一个的，然后第3代下面呢，唯一称子的就是游子。这游子他就是集《论语》，因为子夏要他的学生去集《论语》，他最后呢一直收集嘛，年纪也大了，所以呢，他游子的学生就称他游子，有没有的有。所以第3代里面有一个子的就只有游子而已。所以依据这样的考据呢，就是
子夏的门人游子去集这个《论语》，而《论语》的每一章学而为政，学而就是治学是什么？为政就是你要当官你要怎么办？八义就牵涉到礼制，礼人就是你跟你的生活场域要礼人为美，对不对？然后公冶长，公冶长这一篇呢，就在品论人物，因为呢，这孔子把他的女儿嫁给公冶长啊，但是他被关过，他说啊，这个人虽然被关过，但是他人格品性好，我把我的女儿嫁给他啊，就每一篇都是有他的集在一起的重点。学而第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时习之，你看我说自学，我们天然首学，《论语》的第一条就是自学。学而时习之，时是什么？时中也。这一刻进入感动，就是正逢其时，不是常常的意思。很多人解《论语》这个时说，我常常反复的练习，不是。学而时习之，就是我在这一刻进入一体的感动，执心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当你可以执心行的时候，你就有完成感动的快乐，所以就不亦说乎。乐是什么？用言语来代表快乐。我女儿、二女儿叫对吧？对卦，对是什么？对就是眉毛扬起来，一个人嘴巴高兴的唱手舞足蹈的样子就是对。为什么加一点特别？快乐的时候用言语唱出来啊，所以不亦说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自学是什么？你在这一刻进入一体的感动，执心行，你就会完成感动，就会快乐，就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朋是什么？两个肉并在一起叫朋。行数修以上，无未尝无悔焉。以前交给老师的学费，数修什么？绑起来的腊肉一束就是学费，无未尝无悔焉。这个朋什么？我们就像那个腊肉这个并在一起那样的默契了，这叫朋。那什么叫党？乡党上黑。我们以前台中一中的那个三民主义老师，以前是国民党特务，然后上黑党是什么？熊欧啦。党是什么？党就是什么？党就是我们台语叫义委啦、公司啦，就是帮派的意思啦，叫党。就黑里面比较高级的。了解吗？就叫党嘛，和尚，黑里面比较高级的叫党。所以你麻吉人以前交通不容易啊，对不对？你麻吉你以前我都要走路长亭复短亭，18相送。什么叫18相送？长亭复短亭是什么？亭就是走累了来喘口气喝口水，所以当时那时候都会有备茶水给那个行人走了一个段以后有个小亭，然后走走一段以后又有个大亭，大亭就更多人可以坐在那边休息久一点。要不然小亭的话坐不了几个人啊，大亭就是大家都走累，一群人可以在那边休息一下再继续走。以前还不一定有马有骡或有驴，都是用走。那什么叫18相送？就是这个小亭大亭过了18个那么远，不是送你到一个亭而已，是送了连18个亭，叫18相送。所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什么意思？志同道合之友。不是我们有一首的“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对不对？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未雨时。剪烛是什么？以前人聊天常聊到兴致嘛，朋友聊到那个烛芯都已经黑了，或者烛火会变小，要把那个黑的剪掉，它火才会又变大，这叫剪烛。何当共剪西窗烛？你看他已经聊到舍不得要离开了，聊到这个熬夜以外，就一直剪那个烛芯，多依依不舍。现在的分手就 email 就可以了，简讯就可以了，我不爱你了，拜拜，用简讯分手。那以前的人因为什么情长，就是你看到这个大陆我有所谓的发小。什么叫发小？他们对情的粘着比台湾人深啊，小圈圈也很多啊，所以他们重发小这件事情。我都还不知道我国小同学到哪里去了，他们还很重发小这件事。发小就是小学同学，哪一个发？头发的发，他们叫发小。我都不知道我小学同学去哪里，他们就很重发小啊，重发小啊，什么闺蜜闺蜜又是一种更诡异的存在，我无法形容闺蜜的存在是什么存在这个太复杂了，闺蜜太复杂了。第三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一个君子跟非君子的定义在哪里？君子他除了有服务他人的心，
君子还是一个可以搞定自己的人，他可以独处的很快乐，人家知不知道你根本不屑一顾。人不知而不愠，不愠就是生气的意思，不亦君子乎？你看多少人让别人看到我的光、我的亮、我的钱、我的权、我的人脉，女人就要化妆厚厚的，然后拿个什么包，穿个高跟鞋。我说这些都是武器啊，这都是去职场的武器啊，枪炮弹药啊，要把谁比下去，要别人看到我像明星闪闪动人。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君子不会干这种事情。学而第二，有子曰：你看有子出来了哈。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先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谓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这个人呢，孝就是对父母，孝是什么？孝是一个孩子背着父母，他的象形就是一个孩子背着父母，父母老了不能行走，背在背上，象形字就是孝。教是什么？就是提手旁，用手来执行，来人要慎终追远，要假求归计拜求桃，好，要对你的出身出处有敬意以外，还要反哺，对，这就是孝。孝就是一个孩子弯腰背着父母的象形，教就是用手去执行这件事情，就叫教育的教。悌是什么？悌就是对待你以下的兄弟姐妹，对待你的后辈。孝是对上，悌是对下。所以这个人呢，对上对下都进入感动，完成感动，而好犯上。这个人会去犯上几乎不可能。那不会去犯上还会乱搞的人根本没有。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对游子而言，孝悌就是本。君子务本的本就是其为人也孝悌的孝悌就是本。你这个本立了以后，你道就有了所以说孝悌这两个字其为人之本与？人跟道有什么差别？人我们说过了。人就是一体的感动，进入感动，完成感动，就是人，就是直心行，就是我们片刻的存在只有人跟不人。所以孔子讲我欲人斯人至矣，我只要愿意进入感动，那感动就来了。我欲人斯人至矣，所以这是人。那什么是道？本立而道生，我们讲过了，成德成道，成德是明心见性，成道是你一生都在直心行，你就会有一条太阳神之道，太阳神之路，你就会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你直心行以后，你不仅会让你的身体变好，你会让你的家庭变好，你会让你的公司变好，你会让你的连锁企业、跨国公司变好，这就是平天下。这是从外在去讲，那当然它内在就是一个精神力的影响跟扩大，这叫道。这个道也就是易经我们常常6阶段在讲的事情。我大概呢每一条我都会讲一个我的人生的经历、体验跟故事这常常我在交朋友，我说第一个不能赌博，第二个不能吸毒，第三个要孝顺这是我交朋友的。就是你只要这3条有一条犯了，那我不会跟你靠近，我不会跟你交朋友那为什么？当然前一个赌跟毒那不用讲，那就是坏习惯，坏习惯还会把你的家人、你自己还有你的朋友拖下水，它就是个无底洞、黑洞，爬不出来的。那为什么要孝顺？就跟这里一样，游子讲得很好这个人孝悌的话就不会犯上不会犯上你就不会作乱了。所以你看这个人你不用这个看太多我也只有3条而已另外呢，这个有人说如果你那个男生追你的时候，你要看他会不会踢小动物，会不会虐待动物，看他流浪狗就踹的那一种，那个也不要，那以后会家暴这也是一个征兆作乱就是作乱作乱就乱搞污钱背后说坏话、闲言闲语然后离间然后不做事，天天在那边嚼舌根这都是作乱然后想办法篡位第3条，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这一个人这个大概因为《论语》里面很多的条目，你生活中是都有体验的这人特别会讲话。我以前去乱考，有一个捐款潜逃了，他每次看到就看黄医师，我好爱你我说你少恶心了，哎呦，人家就是喜欢你嘛。然后我第一次听我就有点存疑，但我发现他对每个人都这样讲的这个什么这个以前在做那个小包商、小包工，就改建楼房了，然后之后做什么净水器，之后去开了一家餐厅，我还带康康去吃过。他说我要开第2家，
就卷了人家他大概400-500万跑了。我说才400-500万，还有什么好卷的？你也卷多一点嘛，卷个400-500万干什么？所以一个人哦，跟你第一次见面就跟你套近乎，就好像这个久未相逢的老朋友，其中必有诈。他能够骗到的是什么样的人？内心空虚寂寞，得不到肯定，需要人家哄，需要人家捧，那就哄得到。所以你看那些被他骗到卷款潜逃的，那也是你自己的问题啊。最恶心的就是大陆有人说，我骗你是因为让你学到教训，这是你们该缴的学费，因为我不骗你们，也会有人骗你。这什么鬼论调？这就是我们文化的酱缸。人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嘛，为什么特别装花枪、绕圈圈、弯来弯去？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什么取脑型嘛，我们以前说过了嘛，脑这边忘心那边有各种谋略算计，想要把人怎么样，你才会讲话才会巧言令色啊。巧言就是讲得很巧，吝啬是什么表情装得特别怎么样，这叫吝啬。第4条，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个曾子是孔子的弟子里面大家都知道很老实用功的人。他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他爸有一天打他，差点把他打死，被孔子骂说，你爸如果打死你你不止你被打死了，然后你爸从此被抓去关，然后呢声名就不好，所以你这个叫愚孝被孔子骂过。他就儒也愚，儒就是曾子这个孔子在评他几个愚，他就有点什么笨，他是因为笨才愿意老实用功所以他每天必行的功课，每天就三省吾身第一个，为人谋而不忠乎？为人谋这个人就是老板为人谋嘛，这老板，我对老板是不是忠诚？我跟朋友交往是不是信？这个老师教给我的，我是不是有在学习，有在重复练习？这个我有一个朋友是那个我讲过了，我德国朋友，他读台大中文系，他之后最后一个消息，他在 Leiden， 在荷兰的 Leiden 就做讲师，然后去牛津做这个不知道是助理教授，就是中文叫 Sinology 就是汉学系 SINO Sinology， 他研究的就是为什么儒家从中国的中变成中心的中，它概念的演变。中嘛，中国的中，它为什么之后变成忠诚的忠？就他的研究是在研究这个。简单的讲就是孔子讲的忠是忠人，对不对？进入感动完成感动。你这个进入父权春秋战国，尤其战国以后，庄子为什么一直在挑战儒家？因为儒家在战国以后就开始慢慢变掉了，有人就只是想要当官他也不是因为孔教，他也不是因为传承，他也不是因为文化，他开始只是去做人家的谋士，讲难听一点，到清朝叫奴才。所以庄子开始对儒家很多的批评，甚至呢在外篇里面或杂篇里面根本没发生的事情都在调侃孔子。他其实不是在调侃孔子，他调侃战国以后的那些儒家开始在卖身求官了啦。所以这个忠是什么？他这个忠变成战国春秋战国以后的父权的家天下的一个封建体制的来源。然后那个忠已经不管你这个老板这个诸侯到底有没有德，到底做的是不是对的，也不管了，反正就是愚忠嘛。对，简单的讲，我那个第二课这个朋友，他讲的就是什么？为什么人从一个中脉的中，入中的中变成忠诚的忠？他讲的他这一段的改变。所以我常常在讲一件事情，我说以前孔子的时代，还有元朝以前，宋的时候，皇帝跟臣子之间没隔那么远几乎就是这个平常这样子而已那个紫禁城就元朝建，然后之前金元明清，它才是开始拉高了，以前是顶多就有理，对不对？然后呢，也没有那么大的距离，它是为了统治的威慑力，要不杀人，要不让你觉得哇高高不可近。这就是我一直在强调了，未来老师跟学生，这是我们之前提到一个概念叫阿弥陀佛。弥勒佛是什么？朋友。下人有上智，渔夫渔妇也有这个圣人没有过的心得生活心得例如说孔子可能不知道怎么煎鱼，假设但是那个渔夫鱼煎的又好，那又好吃，然后又鲜，对不对？
圣人亦有所不知啊，中庸讲了，而且每个人四大信任文都有自明的本性、一体的真心、自然的真如周期，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啊，没有一个人少啊，连唐氏症也有啊，任何人都有啊，所以没有什么。就德而言有尊卑，我们上次讲过了，而有德之人，我们要跟他学他的胸襟气度态度人生体验，在这个行业经营摸爬打滚那么久，你好好跟他咨询，你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这有德有才，你有礼貌就好了，你不用太阿谀奉承，你也不用把他举得高高在上。当然你也不可能说我拿着刀子架，你要不教我就把你砍了，也不可能嘛。所以我的重点这一条，我的重点当然，我人生的经验就是未来就是一个民主协作，这个民主协作会打破种族，尤其国家，打破寡头的企业。你看现在 Google、Anthropic、OpenAI 这些寡头，我跟你讲，这些寡头会一直互相厮杀，他们过的是不像人的地狱般生活，因为竞争太激烈。但真正激烈竞争底下，我们是安居乐业、太平盛世的民主协作，每个人建立自己的数位分身，把你一生的体验都灌注进去，然后呢，每个人的德跟才透过民主协作，由不同的 cause 召唤目的任务而去协作盈利或非盈利的项目。我们天然手学除了教天然手学以外，以后跟所有的老师跟其他人协作，例如说我们在座1、2、3、4、5个，6个，我们这种民主协作慢慢扩大，等到我们这种民主协作达到100人、1000人、万人规模的时候，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的速率就会更快。因为当我们活着协作的时候，我们就在改变世界了。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第5条，我们这条讲完，给各位问题。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千乘，乘就是马拉的战车，叫乘。有100乘之国，有1000乘之国，有万乘之国。到万乘之国是很难的，那基本上1000乘就是已经是很大的国家。那到1000乘之国的，你怎么样来统治这么大的国家？他这是针对诸侯讲的啊，敬事而信。你对每件事要保持敬意，不要轻忽，态度不要轻忽。而信，信是什么？讲话说到做到，讲话算数叫信。人言曰信，以前古人就要求你，为什么叫信？你讲出来的话就是要说到做到，而且有事实的根据基础，所以叫信。节用而爱人，不要铺张浪费，爱人，使民以时。以前人民很可怜啊，男耕女织以外，还要屯田屯兵，对不对？这个家里有3个男人，几个男人就要一个去当兵，不当兵呢，就要建宫殿、建工程、建运河。以前人民就是什么人矿、韭菜啊，这个几千年来也没有什么太大改变，国有器官啊等等的。他说不能乱用，使民以时。什么意思呢？你要如果你要这个农兵一致，你就要秋收以后再叫人家去练兵嘛。你地都不种，叫人家去练兵，人家活都活不了。使民以时，叫时的事实，春夏秋冬以外，时机要对，使民以时。好，今天讲到第5条，有没有什么问题？基本上你跟朋友交往，你跟你的家人也是要使民以时，时机要对。你看到你的妹妹领情就罢你还要叫她去做事，那就使民不以时了。使员工以时。基本上我没有使啊，我没有使各位啊，我都让各位自己使啊。言语跟这种产生的呼应点都是在执行型这件事情上。可以这么说。但是这边好像讲的更多是在生活上。对。我上一次讲过了嘛，佛家对自明的本性特别偏爱嘛，偏好嘛，对不对？儒家对于这个一体感动的真心特别偏好嘛，道家对于自然的周期特别偏好嘛，这3个偏重不同嘛。儒家对于心这个心的这个看重，你就看张载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因为春秋战国恶嫖骗野战死的人那么多，所以整个儒家的起点它是怎么样？为了让
这个神州大地上不要再死那么多人的这一件事是很重要的。因为以前家天下统称来讲，就资源分配背后的架构跟逻辑是什么嘛？那非有儒家的地方，就是谁拳头大，就像西方一样啊，什么帝国，罗马帝国，什么希腊亚历山大，就是我武器军队多，我把你掠夺下来，你就是要缴税，我要征用你什么就征用你什么啊，被攻灭就攻灭了嘛。对，所有帝国有出现又没有，出现又没有，对不对？啊，这片土地上因为有儒家，所以历朝历代还可以延续下来，听得懂吗？因为儒家都要做一件最悲哀的事，就是要把土匪头子跟你讲，你要宪章文武，要学周文王，要学周武王。那什么叫太子少傅？要派儒家有学问，从他的儿子开始启蒙，开始讲那个所有的经典，陪他读书，陪太子读书，叫太子少傅，师傅的傅。那些土匪头子稍有头脑的，还读过一些书的，像赵匡胤，他家学，他虽然他爸他们是武将，他们家学也是很殷实的。只有真正重视经教儒家传下来的，他的朝代国祚才会够长。你的五代十国就是郭威跟柴荣，也就是郭荣，他本来姓柴，还有赵匡胤，这三个才后面有后面的宋朝，成为周文周武中国历代文化最高的一个朝代，就是宋朝。那讲回来，跟六祖坛经有什么不一样？六祖坛经因为六祖他目不识丁，他开悟明心见性后，又在猎人队15年，他不仅成德，在那15年，他跟这些猎人、跟猎人周遭的人，这些人生体验，开始累积心得体验、执心行，所以他有成道。我是30年，王老师飘那以后，他跟我讲，你不能跟人家讲了。他走了以后，我才讲的。他说你要继续打坐练功，用功，继续打坐用功，跟我讲不能跟别人讲。也就是说，我们人的片刻存在的每一个 scenario 情境里面都是生活。你遇到妈妈，你遇到同事，你遇到客户，你遇到每一个人，你怎么样进入一体的感动而执心行，这是每一刻的操练。所以这个操练有什么样的操练？你跟人之间儒家啊，独处的时候大自然中道家，然后遇到生活的挫折、生老病死，然后呢执着衍生的各种灾难，佛家就这样啊。儒释道很好用，一体三面啊。那六祖他最重要的，在我们文化上无法磨灭的功绩，就是他把佛教的整个传统完全消化吸收，融入到儒家跟道家里面。所以你看六祖，心平和劳持戒，对不对？心静和劳用宣，对吧？那这里面都讲生活。你看《金刚经》跟《般若蜜多心经》说，上则这个孝顺父母，下则什么孝悌，对吧？六祖坛经里面就很像儒家讲的话嘛，对吧？六祖慧能大师他可能也跟孔子一样都是自学去的，对，他们透过自学的体悟，去重新的去。因为孔子感叹过啊，我没有遇到什么好的老师，他们都是靠自学的。三代之因，无为其代也，对不对？他要讲夏留下文献就是枸杞的杞。他说我对夏商周文化，我精神可以感应，可以继承，但是文献太少了，我没有办法证明给你看，因为留下文献都太少。后面的《论语》有讲，这条目有讲，所以你包含这个周朝留下的礼制、乐制、礼乐这一套文官，周公制定下来的，难道孔子不知道他有弊病吗？他讲了嘛，他是家天下，是小康嘛。尧舜禹，禹后就是小康了嘛，开始家天下了嘛。他不是禅让嘛，他不是那个母系社会的那种谁比较贤能谁上位嘛，对不对？他开始家天下，所以家天下父权的这几千年，儒家都在力挽狂澜，努力把一个疯子开车，让他好好开车，不要那个整个游览车上面人跟他一起陪葬。那儒家做的就是这个。这是政治的部分，当然还有包含在教育的本质、自学的部分，那是另当别论的。所以你看你如果用你的妄心头脑去读《论语》，你就觉得它很无聊、很枯燥。
但你如果活得津津有味的人，你就读得会很津津有味，好吧？我们今天讲到这里。